教授，你能告诉我万妖之王是谁吗？明夏，你想不想替你教官报仇？就是要去给段教官报仇。目前只有你才能把万妖之王引出来。我都不知道万妖之王是谁，怎么把他引出来？你认识的，他叫聂倾城。我知道他暗恋你，倘若他知道你有危险，肯定会出面来救你。到时候，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。啊，我知道你们俩关系不错，你如果为难，我不勉强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，怎么放消息给他？啊，这简单。有了他们，自然会把消息传给他。你的教官能不能瞑目，就看你的了。对不住了。告诉聂倾城，想救明夏，拿龙珠来换。主人，你不可以去，这太危险了。主人，这实在太危险了。可是明夏在他们手里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既然他们要龙珠，我给他们就是了。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和睦相处，不要再斗来斗去了。主人，可是你这样想会不会太天真了？他们怎么可能听你的？我现在除了相信他们，我还能怎么办？难道你让我为了一颗龙珠，眼睁睁地看着明夏去死吗？主人，主人！小平，如果这次我能回来，我一定当一个好主人，让你们都过上安稳的日子。如果我回不来了，你们就再找一个新的主人吧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人和妖都会意识到，我们这样斗来斗去，对大家都不利。到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站在同一片阳光下了，彼此体谅，和平共存。主人，主人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了！你就是捉妖学校的教授，你就是聂倾城。我们跟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将我们赶尽杀绝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你懂的。就是为了这个？你既然全都知道，何不将龙珠乖乖送上？难道你想明夏死吗？我来自然是要把它给你们的，但是为了明夏，我还想你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。你们的目的既然是这颗龙珠，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，那么人和妖之间是不是可以和平相处了？那当然。那捉妖学校呢？我立即将它解散。好，我相信你。龙珠给你，明夏给我。你敢背信弃义？这叫兵不厌诈。就凭你们，也想对付我吗？杀了他！
真心真意的要和你们和解，你们为什么非得这样？倘若卓瑶学校一定要和我们为敌的话，那我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让他从世上消失。明夏，你要杀我？是万妖之王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我对你？我对你，你对我什么？对你恨之入骨。原来你对我恨之入骨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在想你对我是什么感觉，我想了好多形容词，没想到你说你对我恨之入骨。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为什么要杀人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妖，我喜欢杀人，你满意了吗？你简直丧心病狂！你的功夫是我教的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你杀了我吧！你和我之间只能活一个吗？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好。倾城，说，你到底还杀不杀人？杀！那就不要怪我了。你这个傻子！倾城，你没事吧？快起来！走。龙珠找到了，准备跑路了。你是怎么出来的？区区几个锁链，
就想把我锁住。要不是利用你拿到龙珠，我会在那个黑屋子里待那么久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我的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，我想干什么你还不知道？我把龙珠给你，你别杀我。虽然我不知道这龙珠对我有什么价值，但我哥一心想要得到的，现在我得到了，也算帮他了了一桩心愿。姚广利，我不是什么善男信女，既然你对我没有了利用价值，那你就跟你的女儿团聚吧。龙珠何等珍贵呀！我区区一凡人，我没得准备，怎么守护它？既然我女儿那么爱你，你就去下面陪着她吧，啊！你说啊，这都民国好几年了，这宫里怎么还住着小皇帝啊？你不知道，这是民国对他们的优待。一来可以表明民国对他们的仁慈，二来也可以笼络那些满清的遗老遗少。都说这脱了毛的凤凰不如鸡，这没权力的皇帝坐着还有什么用啊？可不是嘛，还拿着咱们交的税白吃白喝的。来人呐，赶紧杀了他！走走走。皇娘，朕还是皇上吗？皇上当然是了。那为什么所有人都不听朕的话，还在背后偷偷议论朕？因为咱们大清丢失了一件宝贝，宝贝？稳固江山的宝贝。不过皇上大可放心，本宫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过不了多久，那件宝贝就会回到咱们手中。到了那个时候，皇上说什么话，都没人敢不听了。真的吗？本宫什么时候骗过皇上？太好了，我马上就是真正的皇上了。老佛爷在天之灵，一定要保佑臣妾。老佛爷，您没事吧？死不了。你知道我的容颜为什么能保持到现在吗？那是因为天佑老佛爷。那你知道我们大清的江山为什么300年来一直都坚固不摧，而如今又摇摇欲坠吗？这都是因为他。原本我也不知道，我掌权之后，从先帝遗留的同道堂印中，
得到了他们的联络方式，才知道大清之所以有今天，都是因为他们的庇护。他们神秘莫测，懂得各种奇门异术，种种奇事，让人匪夷所思。那需不需要臣妾找人把他们找回来？他们告诉哀家，大清的江山气数已尽，可哀家偏不信这个邪。趁他们犯下宫规，我胁迫他们继续修补龙脉，可结果……老佛爷，需不需要传太医啊？不用了，我怕我没机会再告诉你了。修补了龙脉，他们就消失了，之后大清就恢复了生气。可是好景不长，不到10年，各种厄运接踵而来。我想再找他们，却怎么也找不到，连同他们一起消失。还有他们向我索要的祖宗传下来的那颗龙珠。龙珠，一直传言呢，说得龙珠者得天下。我一直在想，他们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保护大清的能力？大清之所以陷入今天这种境地，完全是因为丢失了龙珠。好孩子，你知道龙玉太后天生敦厚，溥仪又还年幼，你说万一我这一走，大清的江山一定会落入旁道。只有将龙珠找回来，一切才能够恢复原位。好孩子，你天生聪明，又有经世之才，你答应我，你一定要找到那颗龙珠。臣妾遵旨。不，我要你发誓。臣妾发誓。老佛爷，老佛爷，老佛爷，老佛爷驾崩！
臣参见娘娘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广利哥，以往不都是唤我婷兰吗？怎么，这才多久没见，就已经如此生疏了？君臣大礼不可废，臣不敢放肆。当年内务府召我入宫，有个人说什么来着？好像是说，拼着连性命都不要，都要带我离开这里，是不是？那是臣当年年轻不懂事。年轻不懂事啊，才显得真实。年纪大了，顾及的事情越来越多了，反而没趣了。娘娘，臣来是来感谢娘娘，突然给臣升官加俸。娘娘若是没有别的事，臣先告退。看来你还在怪本宫当年无情，没有跟你一起走。哦，娘娘，我心里有你，可我更有抱负。当年我随我阿玛留洋，骨子里不输男人。我总希望有一天，我能够大有作为。可是，在大清，女人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太难了。唯一成功的案例，就是慈禧老佛爷。于是，我便想和他一样，以进宫入手。不想这些年，大清气数日渐衰弱，我失去了爱情，却也没有换回来心中的梦想。娘娘，千万别这么想，我大清江山永固，不会有事的。你我之间，还需要说如此假话吗？老实说，我经常会想，如果你还有勇气带我走，我定会毫不犹豫。你也想对吗？不然，你不会如此紧张，不会不敢看我。广利哥，你老了啊，脸上都有皱纹了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人生短短几十载，到底为谁辛劳为谁忙？为何不遵从自己的内心，问问自己，到底想要什么？不然将来死了，消失了，遗憾就真的只能是遗憾。可是你也明白我的性格，未达成的心愿，就像是搁在心里的石头，怎么样也放不下。哦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找到他们，把龙珠带回来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从小到大，每当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总是好话说尽。10几年了，这一点没变。看来，如今我的好话已经不起作用了。这么多年，我可曾拒绝过你？不曾。那这一次，怎会例外呢？广利哥，太妃不必内疚，这是广利心甘情愿的。你放心，哪怕是穷尽此生，广利也要把龙珠
带回来。谢谢。此去经年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。太妃保重，臣告退。广利哥，姚亲家，哎，一路保重。黄叶无风自落，秋云不语长音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遥遥忧恨难尽。惆怅旧欢如梦，觉来无处追寻。黄额娘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等一个人，他快回来了。等他回来了，皇上就是真正的皇上了。太好了，这马上就是真正的皇上了。太妃娘娘，姚广利来了。姚亲家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啊，这个广利幸不辱命，龙珠终于找到了。太好了，说明我大清的气数未尽。当初慈禧老佛爷临终前，想要你创办捉妖学校，让你寻回龙珠，以续大清的龙脉。没想到，居然在哀家手里完成了。现在，他老人家也该瞑目了。太妃万福金安，大清万万岁！快把他安回龙脉吧，别惊动了那帮民国人。张勋复辟的笑话还在眼跟前呢，可别惹出什么事儿来。这，广利哥，辛苦了。啊，广利心甘情愿。啊，臣告退。感谢老佛爷保佑。这怎么回事？龙发怒了！龙发怒了！啊，不，传说中
得龙珠者得天下。啊，龙珠入龙脉，便能安享天下。龙珠不可能发怒。等等，大家等等。这怎么回事啊？龙发怒了！龙发怒了！快跑啊！别跑！得龙珠者得天下，龙珠入龙脉，便能得享天下。龙珠怎么会发怒呢？龙珠别跑！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了，不要跑！太妃娘娘，大事不好了！说，龙脉崩塌了。什么？那姚广利呢？被埋在里面了。被埋在里面了。完了，大清完了。你醒了啊，倾城。要不是小平告诉我你去救明夏了，那后果可真是不堪设想。我保护龙珠不力，你为什么还要救我？我不是担心龙珠会消失，而是担心它会损坏。龙珠怎么又回来了？他担心会出事，所以他会有感应，就回来了。倾城，你太感情用事了，在爱情面前，就连性命都不顾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的话，我就得采取点措施了。什么措施？带你离开这儿。去哪儿？去你该去的地方。你想不想知道关于龙珠的来历？龙珠的来历？不仅是龙珠的来历，也是我们这一族的来历。这件事情得从300多年前说起。原来我们的祖先是居住在另外一个星球。为了研究别的星球是否有相似的生物，我们的祖先开着一艘飞船，在长白山的天池附近发生了损坏。那时候正好是明末清初时期，天下大乱。快，他们在那边，就会在那边，走。人类就是这么奇怪，看到一切跟自己不一样的东西，先是害怕，接着是毁灭。我们祖先向来就不崇尚战争，也没遇到过这么大规模的进攻。很快，
都被他们打死了，接着又化成小孩分布到地球的各个角落。只有一个叫应龙的祖先顽强地活了下来。龙珠是飞船上的一个部件，只要将它安回飞船，里面的各种东西就能够使用了。但飞船损坏得太厉害，再也不能启动了。应龙也因为那一战而身受重伤。哇！哇！努尔哈赤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奇怪的山洞呢。我也没见过这种石头。还发光呢。还有气呢。走，先把它带回去。善良的东哥一下子引起了应龙的注意，他觉得他好像找到了一生的挚爱，可是东哥心里却只有一个努尔哈赤。应龙不希望自己喜欢的人为难，所以一直把这份心意埋在心里。努尔哈赤又吹笛子了，我去看看。算了，怎么了？我还是不去找他了，他会嫌我烦。怎么会呢？你是没看见，每次我去找他的时候，他都把我推开。对了，应龙，你帮我个忙吧。你说。你跟我假装一对儿，然后去气气努尔哈赤。我想看看他心里究竟有没有我，好吗？好。应龙最近脸色不错呀，伤好的差不多了吧？那当然了，我这么细心的照顾他，伤当然好得快了。真好。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。什么事？我喜欢应龙，我想嫁给他。你觉得好不好？我觉得你们两个最般配了，祝福你们。我跟他在一起，你不吃醋啊？我又不喜欢你，我为什么吃醋啊？明天就要上战场了，祝我好运吧。时值明朝腐败，努尔哈赤以13副盔甲起兵攻打明朝，大有取而代之之势，但也非常凶险。东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梦到努尔哈赤死了，我要去找他，我要去找他。但是你一个女人怎么去啊？我不管，我要去找他。这样吧，我带你去。在我答应你之前，你先乖乖睡一觉，我保证你醒来可以见到他，可以吗？睡不着。对不起了。
东哥，你看他还活着。努尔哈赤！你没事，真的太好了。东哥，东哥，努尔哈赤，你没事，真的太好了。东哥，东哥，东哥！笑了，牵你的手在天地间，花也开了，风也醉了，因为你就在我身边。人生的苍茫是坠入你的魔掌，越想逃离，越逃不开你的目光。这一生的柔肠，是守在你的心房，地久天长，一直都那么坚强。我和你就这一生，就演一场。不管别人笑得多猖狂，爱与恨就要这样不惧思量，不管结局是否凄凉。我不彷徨，他们嘲笑的模样，我只疯狂，你会不会再受伤？他们不懂，爱就是这样，他们一生也不过就这样，他们一生也不过就